觉得要叫停了。是，奥瑞弗已经没什么动作，摆拳，再摆，连续的摆拳砸拳。哦，这个节奏很连贯。中国武术神童崔刘才酿下血案，按住外国选手连轰上百拳，裁判拦都拦不住。中国魔童崔刘才呀，有着丰富多彩的经历。他8岁练习传统武术和摔跤套路，从小就厌烦学习的他，走上了习武的道路，是越走越远。先是接触散打和传统武术，后转战 MMA 综合格斗。丰富的经验呢和强悍的打法，在每次比赛中，无论是在地面还是在直立，都是非常强势的。他也曾经获得过昆仑决搏击冠军，更是 WBK 羽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而今天和他对战的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的阿里丁。这阿里丁啊，练习摔跤与自由搏击有长达11年之久啊，在此刻要与这中国魔童崔刘才决一死战。他也拥有着10战9胜的职业战绩，这也导致他在赛前呢放下豪言，我要将崔刘才的连胜打破，并送上单价，还要占据你们中国市场。这赛前选手们放豪言呢都做过，可结果都挺惨。这阿里丁是否能实现诺言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呀已经开始了，让咱们回到比赛，同时也让咱们期待咱们的崔刘才是否能击垮这个阿里丁。由此可见呢，没有错呀，这白色拳套正是咱们的中国魔童崔刘才，而这黑色拳套就来自塔吉克斯坦的阿里丁。是有一些劣势，目前已经达到了自己。这场比赛呀刚开局，这双方选手都不敢贸然的进攻。咱们的崔刘才也是不停的疯狂的试探对方的虚实。对，运动他自己很喜欢把自己称之为朱雀，这个浴火。此时啊，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刘才呀，打这场比赛呀，表现得非常的老成，非常的沉稳。这个前后手的防守的手架也是非常的完美的。此时啊，这阿里丁要展示这包摔，咱们的崔刘才呀，一个退步直接就化解了。可以见得呀，咱们的崔刘才呀，这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这重心也是非常稳，基本功非常扎实，能控制在一起。崔刘才的右臂已经插在了奥瑞弗的内把位。对，此时啊，咱们的这个崔刘才呀，这手臂已经插到了这个阿里丁的内把位，角度压在崔刘才身上。但由于是绳圈呀，这个是有弹性的，所以对奥瑞弗来说，并不如像铁笼那样就无延展性的位置更容易把崔刘才控制住。给一拳，崔刘才说没事儿，戏还蛮多的今天。也是一个心理战。哦。此时啊，这阿里丁又要展示抱摔，但是咱们的崔刘才丝毫不慌，直接一个退步，再一次化解。当支点，对着脖子推开了。奥瑞弗已经第3次。低位抱摔，但都没有成功，啊！崔刘才2个下把位已经搭进去了。此时啊，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刘才呀，这个2个下把位已经搭进去了啊。其实这场比赛呀，咱们的崔刘才呀，这个肌肉线条和维度上啊，其实要比这个阿里丁很有优势的。守住，双腿。还往绳圈靠，是靠住了。崔刘才有挂绳圈的嫌疑，裁判把手打掉了。把自己的胯部完全挺到前方，这样对方很难把腿拉回来。可是对于空间来说，崔刘才已经没有再往后空间了，也只能是这种被动防守的这个状态了。此时咱们可以看到，这双方啊，现在在围城边呢，疯狂的挣扎。咱们的崔刘才一直被这个阿里丁压在这个围角边，但是咱们的崔刘才呀丝毫不慌，一直捶打这个阿里丁的头部。那现在这个状态让崔刘才其实还蛮难受的啊。对，但对于他的对手奥瑞弗也没有好受到哪儿去，因为自己的头完全被崔刘才压着，现在抬不起头来就没有办法。勾腿了，勾腿要换方向了，2个腿夹住崔刘才的一条腿，我们看奥瑞弗的手把往哪儿放。往哪儿布置了啊？在这个角度，因为我们看不到那半边上，抱住抱腰，崔刘才被摔倒了。其实是靠着绳圈的支撑力啊，对，如果没有支撑的话，已经摔倒了，已经倒地了。对，奥瑞弗这时候要怎么做？
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即使摔倒，这分不会有太。此时咱们的崔留才呀也是舍身了，这比赛呀还有40多秒了，咱们的崔留才直接舍身，抓到了一个木村扣，直接就锁死了这阿里丁的这右臂。尽量把手往自己的肚子上放，这样很难拉起来。是，还有30秒。掰起来了，掰起来了，我们看拍不拍？拍不。此时咱们的崔留才呀死的锁住了这个阿里丁的右臂，已经掰起来了啊！这个姿势非常的难受，我这个阿里丁还想扛，他已经把身体翻过来了呀。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1回合呀还有10秒钟就要结束了。此时咱们的崔留才呀把这个木村扣变成了十字臂锁，针对这个肘关节呀。此时咱们的崔留才又转成了这个美式肩锁，拉回来了。这场比赛呀非常的精彩呀。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1回合到此结束，让我们看一下这第1回合的精彩回放。通过这第1回合呀，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留才呀不仅这拳法精湛，这缠斗能力啊也是极强的，而且这基本功啊也是非常的扎实。此时穿着火辣的小姐姐举牌，于是第2回合马上开始。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2回合正式拉开序幕。此时啊，咱们可以看到这第2回合刚开场啊，这阿里丁又想展示抱摔呀，可惜被咱们的崔留才再一次退步，直接化解。伸手摆拳。奥利弗尔也是一个挺难缠的一对手啊。此时咱们的崔留才呀直接发起了进攻，直接选择了这个抱摔直接成功啊，直接把这战斗拉到了地面。想大封闭防守，但是后面已经没空间了啊。崔留才现在被对方抱在怀里，很难布置。下一步应该是压对方的脸，把自己的身体支。此时啊，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留才呀一直用双手捂着对方的鼻子，这是一种非常巧的进攻方式，这样可以扰乱对方的气息，导致后续的这个体力下降。摁着鼻子，这个对气息会影响非常大。对。卡颈这些方式都是为了让对方把手放开。崔留才在地面砸击还是很注意技巧的。击腹击。此时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留才一直对这个阿里丁展示这个砸拳砸肘，想抬腿，但太明显了。再想再次抱住。连续的砸拳是在影响奥瑞弗的判断。杨子轩教练。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此时裁判呢让双方选手恢复到这站立比赛。起来了，因为认为崔留才的优势并不大。对，崔留才可能还认为自己刚才是在这个。此时咱们的崔留才又一记抱摔，直接再次把这战斗拉回到了地面。也不是很强，崔留才直接过腿了。崔留才现在很清晰的看到对方的这个问题在哪。切膝半防。压住对方的脖颈，但是在这个位置，由于有绳圈的空间也不够，崔留才其实很难做好的打击。对，现在其实崔留才也好，包括奥瑞弗也好又摁鼻子了。两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小伎俩啊。这个一旦进地面之后呢，就往绳圈往边角上走。是啊，这样的话给对方尽量少的布置战术的空间。没错。崔留才现在把自己的位置完全站起来，让对方的双肩着地，这样即使在一个相对半防的位置，依然是对于上位选手来说稳固的打击。裁判换了一个位置，崔留才回到半防，做切膝。
但是并没有成功，因为没有压住对方的那个胯，过腿了，但是对方翻起来了，崔留才双手内把位。此时啊，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留才呀，这个双手已经在这内把位了。哦，做折颈了，没成功，因为后边的空间实在太小了。现在奥瑞弗是采取了大扣，想要拉崔留才的右侧腿。对，单腿抱摔，现在回到中间，崔留才逃出来，哎，再冲，再进地面，崔留才摁住头部。是。这个时候先解开对方的这个抱腿的问题，再去做降服。对。对方的边角还在给裁判示意啊，说这崔留才总是捂他的这个鼻子啊，这个是在规则里是允许的，但是这个边角也是属于一方面给裁判来施加一些压力嘛。但是场上裁判杨子轩老师也是高手，所以不会受到。此时咱们的崔留才呀，成功拿到了这个上身位，也成功拿到了这个半防的位置。但是感觉上要做手臂了吗？剩的时间不多了，就在想做对方的这个左臂了。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2回合还有10秒钟就要结束了。这个位置不太容易成，对方选择了一个身半防守啊，但是没有完全钻进去。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场外钟声响起，第2回合到此结束。让我们看一下这第2回合的精彩回放。通过第2回合呀，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留才呀，这个缠斗能力的技巧啊是非常巧妙的啊。反而这个阿里丁啊，他这个基本功好像是不太扎实，而且他这个体力现在下降的很多。此时穿着火辣的小姐姐举牌，于是第3回合马上开始。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3回合正式拉开序幕。哦，中了一拳，崔留才直接进地面了。这第3局刚开场啊，咱们的崔留才直接把这个战斗拉在了地面，有点像武打片里的动作。对，护齿掉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回到一个稳定的位置，裁判可能不会要求选手带回护齿。停，哎，回到稳定位置。崔留才有点懵啊，为啥？其实是裁判要求场上边角回去要拿清水冲洗一下，然后带回嘴。此时啊，这个阿里丁啊，咱们可以看得出来呀，这个回来的过程啊是非常慢的啊。这阿里丁现在此时他有点虚了，他绝对是强弩之末了，已经不行了。会控制这个时间，你不可能太长时间。是，对，回到同一个位置。好，继续。对方想做3角，但是这个意图太明显了，地面砸拳了，上身位直起来了。此时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留才呀，这个上身位直接直立起来了啊，这个开始砸拳砸肘了，开始进行猛攻了。这个阿里丁已经不行了，已经吃不消了。啊，崔留才是控制一只手把这个位移拉出来去打。这个在比赛规则里依然是允许的啊，对。而且这个动作应该在很多的聊天表情包里都能见得到。是。诱骗一下对方做个西盾。此时咱们的崔留才诱骗对方一个西盾，直接站立砸拳了。此时啊，这场比赛对于阿里丁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折磨。摆拳，再摆，连续的摆拳。此时啊，咱们的崔留才连续的摆拳砸拳，这个节奏啊非常连贯了，感觉像是打拳不要钱一样啊。翻起来了，又做了个前滚翻，但是依然在被砸击。这个时候裁判应该会叫停了。对，因为没有什么反击的动作了，完全是在被动的。裁判已经在看了，已经在看了。崔留才在看裁判，问了。此时啊，咱们的崔留才
像武松打虎一样啊，骑在这个阿里丁的身上进行疯狂的输出，猛烈的砸拳呐。此时的裁判也是对这个阿里丁进行询问是否要继续比赛。此时的裁判叫停了比赛，咱们的崔刘才赢了，比赛结束了。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看一下这第3回合的精彩回放。通过这第3回合呀，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崔刘才呀，这个拳的力量啊是极其的凶猛啊。反而这阿里丁啊，基本功不太扎实，建议换个教练好好练一练。下面宣布比赛结果。这场比赛呀，也就接近尾声了。通过裁判最终的判决，咱们的崔刘才荣获冠军，恭喜崔刘才荣获最终的赢家。这条视频呢，也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期待我们下次再见。哦，这个甘吉娜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是不公平的，这个结果有些不公平的，双方发生了口角。塔吉克斯坦总统女保镖欲想欺负中国姑娘，恶意推搡，还想抢走奖杯。这场比赛究竟发生了什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非常经典的中塔大战。首先出场的这位就是塔吉克斯坦前总统贴身女保镖甘吉娜，她跟随塔吉克斯坦总统10年有余啊，走南闯北，你可以在任何重要场合见到她的身影。据传闻，她的拳头比子弹还快，曾经2秒打死1人。这次来华挑战就是要占据中国市场。这赛前呢，他更是扬言，我要在1回合内 KO 陈琳琳，还声称你们中国人都是废物，我一拳打死1个人。而他今天要面对的对手就是来自咱们中国女将陈琳琳，她与张伟丽同出师门，更是拥有现代版穆桂英的称号，曾获得3条世界级金腰带。他打过的格斗赛事啊，更是不计其数啊，这奖杯也是拿到了手软。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此时裁判示意双方来到擂台中间，并诉讼比赛规则。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此时通过裁判示意，第1回合马上开始。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1回合正式开始了。由此可见，红色拳套就是咱们中国的女将穆桂英陈琳琳，而蓝色拳套就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的甘吉娜。组合拳通过这种连续频繁显得零锁的一些这个组合拳来压制住陈琳琳，一个转身。哦，这个刺拳。此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咱们的陈琳琳啊，这个防守啊是非常的强悍的啊，而且这个抗击打能力也不弱。这个时候需要陈琳琳冷静冷静，不要被他这个前3板斧吓到，一定防护上要把手要抬起来。此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甘吉娜想多次的突进咱们的这个陈琳琳的内围，但是啊，咱们的陈琳琳这个防守比较好，她突不进来。这个甘吉娜呀也是十分的着急。呢会在心理上呢让甘吉娜更具有优势，因为赛前呢他已经对陈琳琳的这个整个技术战法都做了深刻的研究。对方呢是赶出动作。现在陈琳琳的办法就是我赶紧去进行缠抱，让你在打内围的时候不让你来起拳。现在明显，此时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甘吉娜呀，虽然说她出拳速度快，但是她命中率是非常低的。这场应该发挥啊，我们中国反打的这种优势，就侧着腿堵住对方，不给对方这个有效距离，不让你近身。现在呢，有一点点陈琳琳有一点点慌张。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的陈琳琳一直在控制这个安全距离，想找机会抓到这个甘吉娜的漏洞，展示一击必杀。在防守方面还要防住甘吉娜的这个拳头，他的拳头今天这个频率太高了。一个是侧穿，一个是拳法，要给对方一个强大的阻力。刘老，这会儿刚才就你所说那样，一定把这个距离感控制住，不能让他贴身近身。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1回合呀，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对方牵着走，保持范围，等于被动。现在这个甘吉娜的臂展呢是打开要1.63米，而这个陈琳琳的臂展呢达到1.69米，实际上它是有个高与。此时双方都互相展示拳法，这场比赛真的是谁的拳头够硬，谁才能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把距离中远距离控制，利用脚下的步伐灵活的移动，来避开这个甘吉娜第1回合当中如此的锋芒，给自己的体能分配呢也留下一个缓冲机会。对方呢很注意这种此时咱们可以看得到，咱们的这个陈琳琳一直在保持安全距离，一直在节省自己的体力。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1回合呀还有10秒钟就要结束了。这是少见的这个陈琳琳用的
高边腿，紧跟着一个正面踹，这就是控制住对方的距离。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场外钟声响起，第一回合到此结束。让我们看一下这第一回合的精彩回放，同时也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局的战况。通过这第一回合呀，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的陈琳琳的防守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这个抗击打能力啊也是不弱的。虽然说是这个甘吉娜呀，她这个出拳速度非常快，但是她的命中率非常低。是58公斤。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此时穿着火辣的小姐姐举牌，于是第二回合马上开始。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马上就开始。这个拉比布拉瓦甘吉娜是在塔吉克斯坦是女神级的教练，很有经验，而且性格比较沉毅冷静。在面对中国选手比他身高要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二回合正式拉开序幕。面前呢，他丝毫不胆怯。我们看中国选手呢，腿法的这个阻击开始发挥了有效的作用，但对方呢就是乱冲取胜，还是要防止这个爆头术啊！甘吉娜这个爆头太厉害了，他连续就是只盯住了这个陈琳琳的头部。这个时候，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的陈琳琳一记鞭腿把这个甘吉娜直接击倒在擂台上。好的，甘吉娜在转身的时候没有坐过来，这个时候这个陈琳琳用膝顶了他一下。把这个距离控制住了，陈琳琳要。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的陈琳琳对这个甘吉娜直接发起了总攻，进行疯狂的输出。现在呢，总的来讲的陈琳琳防守稍微有点散，进攻呢有点迟。这个时候下决心呢，先出手，一个是先出手，一个是要打好一些组合跟进。也要把这个散打的优势啊发挥出来，中远距离的直线进攻，先声夺人。现在呢，甘琳娜防住了这个陈琳琳，她用侧身的这个防守姿态，随时呢就内切进去，用一顿这个乱拳呢开始组合拳呢，打得眼花缭乱。小现在的后手勾拳，他的击打力度非常的。可是它达成这个数量上给你造成压力，感觉到这个陈琳琳现在有点像甘琳娜的移动。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二回合呀，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猛扑上去，如果这个此时这个甘吉娜想一记转身后蹬踢到陈琳琳的腹部，但是陈琳琳啊反应快。直接就是一记重拳将其击倒。实际上是占据了一定优势，这会呢一个步步为营。对方实际上呢是知道对方的这个攻击性，此时裁判叫停了比赛，因为双方这个脸上啊都血流不止啊。频率啊，他动作我们看他的频率哇特点。刘老师刚才看到陈琳琳已经是血染赛台了，她好像左眉骨出现了流血的这个现象。我们刚才画面好像是陈琳琳。这场比赛呀打得非常精彩呀，这双方脸上都出血了啊。我们看陈琳琳呢，这是这种双方有个冲撞，他的发型也干扰了他。现在场一呢已经来到了擂台上。是的，陈琳琳也受伤了。你看两个人
两个人经过这样的激烈的博弈之后，双方都出现了受伤的情况。应该是头部的对撞。但是冲击力有多大？这个中远距离拉开以后，直接猛扑上去，用拳头来进行。此时，这场外的医生啊，上台为双方选手治疗这个伤口止血。拼打中呢，也是说，首先对于之外，对于之外呢，就是有个良好的肩战基本功作为一个基本的保障。这是陈琳琳。好，刚才双方真的是在这个几乎是同样的左上颚的部位出现了一个碰撞啊。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2回合呀，中途有个小插曲，这比赛现在继续。但是陈琳琳采用一种，反而是激起了双方斗志。对，小心他的勾拳。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此时场外钟声响起，第2回合到此结束。陈琳琳呢也豁出去了，就是要利用他这个身高臂展。让我们来看一下第2回合的精彩回放。通过这第2回合呀，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甘基娜呀，他这个防守啊纰漏很大，而且他这个出拳的速度啊也越发缓慢了。23岁，中国的选手陈琳琳呢只有20岁。来，注意看这个动作。紧跟这个直拳摆进来以后，就是一个距离控制的非常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此时穿着火辣的小姐姐举牌浴室第3回合马上开始。来看，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在这个第3回合里面，刘老师，您看，陈琳琳她应该是，她最重要在战术上啊，她应该是不是更加主动一些，要切近对方，怎么样来和对方形成一个短兵相接的这种。他要是首先要基于不败，自主为赢，打好肩架，打好自己控制。在这个远距离的时候呢，中远距离的时候呢，要首先给对方这个先发制人击打。在这个中近距离的时候呢，他的后手更要坚决一些。再一点呢，就对方是冲上以后啊，有一定的盲目性，虽然是势头非常的强悍，这个危险。那实际上他击打的力度不是非常大，而且命中率也是非常高，不准确，还有一定的盲目性。那这个时候呢，做一些闪身，就是齐正相生，横手四个无头穿插，避开对方的冲防，然后呢打这2次反击，在防反的同时，给对方效果以后呢，要追击，步伐跟进要快，正所谓是手脚齐到方为妙，这样呢才能给对方这个重心造成破坏，给平衡造成破坏，才能有效的在场上控制，得到这个主动的局面，这样呢在比赛中才有可能取得控制权，取得比赛的胜利。双方呢，这个见血了以后，一下子血性勃发。这个陈琳琳呢，在这个第2回合比赛的后半期呢，马上就发动了一次这个可以说是最主动的进攻，已经是喝出去了，大声吼叫着来扑向这个甘基娜。但是甘基娜也非常冷静啊，面对他突如其来这种爆发呢，他采用了个躲闪躲避这个战术。现在双方第3回合比赛马上要开始。对于2位选手来说呢，体能也是个非常考验，开始缓气了。这是我们今天讲在训练中的专项体能，一方面有氧能力，就是整体能拼到底；再一方面就是无氧能力。要在这个短时间的拼打中呢，能够充分的发挥，保证自己的整个这个技术呢和战术发挥是非常有效的。现在那个陈琳琳反而表现出了比较刚猛的这样的一个个性，他靠大声的这个吼叫来给自己加油打气。看看在第3回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3回合正式拉开序幕。先出动作，先出夺人，不要跟着对付。甘基娜她这个一旦这个出拳以后挥拳以后呢，全场的观众都笑了。这第3回合呀，也是最终的赛点了，也是双方彼此的高光时刻。哦，漂亮！这个转身的这个后踹起到作用。对方呢，这防反和迎击的能力确实还是显而易见。真的好，这甘基娜已经看出了这个陈琳琳这个命门所在。他就始终在用自己的战术，直接是爆头，做的执行的非常的坚决。你看，
他爆头呢不是单纯的爆，他是连续组合之后，等你准备你挨2、3拳以后，你准备反击，他一下给你缠住，哎，他把你这个反攻就化解了。现在双方的僵持在这里。注意啊，看这个甘吉娜，他也进行这个身体姿态的调整和转。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的陈琳琳对这个甘吉娜进行猛烈的输出，给这个甘吉娜呀整了一个踉跄。严格这个比赛规则来进行。如果这个时候再跟进的话，可能效果就更好一点。比赛上那个出速度啊，要是核心一手呢，应该是有非常大的难度。就你随时保证了这个视线节奏，这才能够进入话题。好的，甘吉娜呢这一招有点不灵了，不灵的时候呢，这个陈琳琳呢这个发现了一个战机已经来了，一局要起腿，不能给这甘吉娜这太多的喘息之机啊！调整一下自己。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此时这第3回合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弄出来，这种假动作有点，还是有点后怕的感觉啊。不是，他这是自己还是犹豫，虽然是把这个气势做出来了，但是呢，在效果上，这确实呢要放手一搏。现在暴露出这个陈琳琳呢，他现在如果切进去以后，他的拳法，并不是很猛很准。对方呢，这是经验非常老道，看直接是迎击好啊，迎击，而且他组合跟的也非常的自信，非常坚决。这场比赛可以说打的是难解难分。好，观众朋友们，这第3回合呀，还有10秒钟就要到此为止了。兰博选手呢，他这个一个是气势上给对方强大的压力，再给他技术战术上呢，他确实表现得非常的理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到此结束了。我们来看看这个裁判是最后来怎么来评判。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局的精彩回放，同时也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局的战况。可以看得出来，这局咱们的陈琳琳进攻方式很凶猛，这个防守也很到位，节奏把控的也非常的稳。接到近身以后，他这个拳呢打的不是很准，但是非常凌厉，频率非常快。好的，马上就要宣布结果了。在宣布结果以后呢，现在宣布比赛结果。通过裁判最终的判决呀，咱们的陈琳琳获得冠军，恭喜陈琳琳荣获最终的赢家。这条视频呢也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期待我们下次再见。直接有了这个扫地来局，好的这个朋友圈，这下应该直接 KO 了。美国壮汉嘲笑中国没有重量级选手，还没笑完就被一位中国巨人猛将一拳打翻。美国选手维吉尔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据说此人性格极为恶劣，练拳走的也是野路子。果不其然，来到我们中国赛场后，居然当场嘲笑我们中国没有重量级选手，而且还说就连他家里养的猪都比我们中国选手够分量。中国巨人猛将修鹏程对此表示，一个在美国不成什么气候的选手来到我们中国叫嚣，谁给你的胆子？可别等会在擂台上被我打得哭鼻子，到时丢你们美国人的脸。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比赛第1回合正式开始。这里可以看到，带有黄色流苏短裤的就是我们中国选手修鹏程，而蓝色短裤的就是美国的选手维吉尔。要知道，这个国际赛场上多数重量级选手都是以黑人、白人为主，少有能见到体型非常强壮的黄种人，而我们修鹏程就是其中一位，而且长得又高又壮，看起来要比这个维吉尔还要高大。我们这场比赛要看维吉尔，曾经有人评价到，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人像维吉尔这么凶猛，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像维吉尔这么有着这么强的抗击打力。像第1局双方打得非常的这个，明显能看出来，赛前还很嚣张的维吉尔看到我们修鹏程的身高后，就变得怂了许多，就连比赛时两人互相试探都变得小心翼翼。你刚才不是牛吗？不是说我们中国人连猪都不如吗？现在那个嚣张的劲儿怎么全没了？维吉尔，我们看修鹏程的顶膝，双方真是一下子就进入了对拼的这种情况了。对，速度和节奏都非常的快。修鹏程这位选手，大家看到他个子虽然非常的高，而且体重非常大，但是他的爆发力还有拳腿的连接的流畅性都是极为的出色，像一个中小级别的选手。现在的大级别选手其实也非常灵活，像刚才的这个修鹏程直接高边就上头。是的，对。
我们看到这场比赛，维吉尔面对于修鹏程，能否？修鹏程这场比赛是非常急切的想要。这个维吉尔还是有点实力的，听说他一直在用野路子练拳，也不知道是怎么练的，能有这样的反应力。两个人开局打的还是非常激烈的，这火药味也是很浓，隔着屏幕都能闻到。尤其是修鹏程，越打越兴奋。对维吉尔，双方在这个连续进攻，这个连续反击，维吉尔反击，这个就是维吉尔，他顶住了暴风骤雨般的进攻，顶住的压力，再次反扑。双方拼得太凶了，像今天的比赛很有可能要有人被 KO 掉。是的，第一回合双方就这样对攻，在大级别上特别有风险。看谁的护齿脱落，维吉尔的可能。那么这里出了点小问题，维吉尔的护齿脱落，看来刚才两个人打的还是非常激烈的。不过这些都是小问题，比赛继续。比赛继续进行。我们看到维吉尔他的站架是比较正面朝前的一种站架，这跟修鹏程站架极为相似，双方都互不相让。顶扫踢来自于维吉尔，后手拳修鹏程，而且两位拳直接 KO， 直接。这里修鹏程一拳击倒维吉尔，裁判赶紧过来读秒，然后我们修鹏程也是提前止住了进攻的节奏，看来是对刚才的那招重拳十分的自信。被裁判数发要获得2个点。是的，我看到维吉尔的反扑，修鹏程能否顶住维吉尔的反扑呢？但实际上更危险的是维吉尔，如果是修鹏程抓紧时间，可以再度击倒他。是的，双方还是在一个中间决战，非常危险的这个，对，连续的重拳以及重。好的，比赛来到了第2回合，让我们看一下这个维吉尔在经历过修鹏程的一招重拳之后，是否能恢复过来。不过看他的样子，继续打应该还可以。只不过这个进攻节奏上可能会因为那一拳留下心理阴影。又是一拳跟刚才一模一样，但是没有能够打到高扫踢。现在维吉尔想要找机会进行反扑。看到修鹏程啊，他的场外的指导在说真的假的混合起来打。又是一个拳，很危险，这个维吉尔危险。对，维吉尔身体流的是印第安勇士的血。他是来自于美国，可以说是印第安保留区的一位真正的印第安战士。对，但他现在面对的是中国最出色的大级别选手。是的，对。这场比赛看到双方又是反面拳，大一点。修鹏程的态势估计颇为奏效。果然这一回合，维吉尔的进攻节奏就放缓了不少，而且主要是以防守为主。不用说，肯定是被第1回合我们修鹏程的那一招重拳给打怕了。那么，作为一名格斗选手，这个时候维吉尔已经丧失了一些斗志了。昆仑决的比赛规则是鼓励这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是的，所以比较凶险，然后很多这种著名的运动员在这里被 KO 掉。是的，这场比赛作为上海全明星的开山之战，真是已经让全场的观众大饱眼福了。修鹏程刚才假动作想要起前腿的高边腿，不知道是不是有后手拳隐藏在后面呢？扫踢，转身的扫踢来自于维吉尔，又是一个后手拳，这下应该直接 KO 了。好的，非常的漂亮。修鹏程又是靠着一手重拳直接击倒了这个维吉尔，而这次明显看出来，维吉尔当时已经是晕过去了，估计是无法再战了。真的没想到这场比赛结束的如此之快。抗击打力超强的美国印第安战士。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修鹏程中国大级别的骄傲，也给这个今天的比赛做了一个精彩的开局。是的，2位。那么这里根据比赛回放可以看出来，维吉尔在受到第1记重拳的时候就已经晕过去了，还能站住，是凭借着身体本能。后面修鹏程身体向前推，只轻轻一碰，这个维吉尔就倒了。恭喜修鹏程获得比赛胜利。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